到墨尔本的行程当中呢，来看神仙企鹅归巢呢，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前面那只是袋鼠，不是老鼠哦，野生的袋鼠哦。在菲利普岛上观看企鹅摇摇摆摆的归巢游行呢，是绝对最震撼的旅游之一。这里的企鹅归巢时间呢还有不一样哦，在春夏季的时候呢，大概晚上12点回来啊；到秋冬季的时候呢，大概在8点半就回来啊。那回程的时间呢，大约以当天太阳下山时间左右为主啊。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企鹅在外面呢，捕鱼完毕之后呢，就会开始回来了啊。那在这边的企鹅自然生态保护区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野生企鹅保护基地，有超过3万多只的企鹅，就栖息在菲律宾岛。每一天的日落，每一天黄昏的时候，惊喜就会出现了。这些一只只娇小的企鹅呢，每一次出海捕鱼都不一定能够安全的回家。所以这个时候呢，每当他们归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些企鹅呢满载而归。那叼满要回巢穴当中给宝宝的食物，那种胖嘟嘟、摇摇摆摆的样子呢，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看了。那在这边呢，很多人呢来到这个地方，你要记住，闪光灯不能用哦，因为害怕人们的光源照射到小企鹅的眼睛，所以这个小岛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呢，会进行了灯光的管制，只有海边几盏呢瓦数极小的白炽灯呢，1000多年来这个海边呢，只有几盏仅能照见岸边的小灯泡，在保护了这一些小企鹅们呢。如果你这个时候闪光灯什么拿起来之后呢，在拍的时候呢，反而会吓到了这些小企鹅。毕竟呢，我们是人到家里面来参观哦，我常常讲的入境随俗啊。我们今天来到了企鹅他家来参观了，你就要尊重企鹅他家的情况哦。墨尔本的菲利普岛拥有全世界体型最小的神仙企鹅，它们每天在太阳下山之后，从岸边游回从海里游回岸边呢。那企鹅保护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员工，他们每天呢会倒数小企鹅的靠岸时间，并且呢永远在记录这些数量。那看到这一幕呢，非常疗愈的可爱画面呢，海风跟它吹呢，会令啊让我打滴啊，看到这个小企鹅啊，我就讲有无等来啊，我就说了哈，值得的人怎么看他都觉得值得啊，值得的人怎么看都值得啊。而不喜欢动物的呢，你在这边呢待久一点呢，哇，不给哦，他会觉得呢这么久哦，又冷不所在通坐哦，不小水通泡吼，等等的哦，这就是看野生动物哦，所以大部分来到这的人呢，拢会使接受啦，入境随俗吼，足少有人讲来到这要看神仙企鹅嫌伤忝的哦。来这乡伤忝啊！你一开始你看了神仙企鹅，你就袂使来啊，因为这个地方你来这边你要看到它回家呢，就一定要这个样子。你看规胖的拢得来身高大概30到40公分，体重呢才1公斤左右这种全世界体积最小的企鹅呢，族群的数量呢其实不多仅出现在澳洲的墨尔本跟纽西兰这2个国家呢，也都设置有专门的保护区。企鹅岛栖息地目前呢，大约有3万只的小企鹅。保护区呢，最主要的目的地呢，是除了研究与教育功能之外呢，就是守护这些小生命跟环境的保护地让这个小企鹅呢，可以天天平安的归巢小企鹅的生存呢，非常不容易平常在海里呢寻食觅食，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呢，才会一个一个游回岸上进行了筑巢、孵卵。养小朋友的活动选在这个时候的归巢，最主要也是呢，避免有夜盲症的鸟类天敌企鹅，他们会一只一只的游上岸，观察安全之后呢，他们才会集体你看多可爱，集体回家从沙滩走回巢穴呢，成群排队的等来。你说动物神不神奇啊？真神奇所以呢，每一天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买票前来朝圣所以我刚刚有讲了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了
来遮看呢，你对这个现场拢有概念所以我甲讲来遮佚佗真重要来国外佚佗呢，入境随俗了解当地环境呢真重要。若无当时等这你等待时间呢，连暗暝拢会超过有的人可能就甲挡袂掉那这里呢也是一样每一天的工作人员天天都会在网络上公布呢这一次归来的倒数时间所以你到现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倒数时间，准备呢算清楚呢企鹅何时要回来。你看后面还一堆春夏季呢企鹅上岸的数量呢还不太一样但在这个时候呢，晚上就算你夏天来呢，到了晚上呢，还是会觉得有点凉而且它归巢时间有一定的时间我们这一趟从澳洲再继续飞往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所在的叫做纽西兰这两个可以说是跟全世界隔离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澳洲，一个是纽西兰，在大洋洲上很特别非常的特别南阿尔卑斯山景观火车在基督城。阿尔卑斯山的火车呢，全长有223公里，大约呢要4个多钟头才能够呢把这一趟旅程走完当然了，我们走了其中一小段这里呢会经过一望无际的坎特伯平原坎特伯里平原历经的这个亚瑟一口国家公园一直到了陡峭的欧迪拉山谷，在这里连绵不绝的高山峡谷，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在这里是纽西兰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搭乘的一段高山景观火车。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到南阿尔卑斯山被白雪覆盖的一面飘落的雪花、雪白的山脉，在秋冬两季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交织成一幅非常美丽的图案。但是呢，秋冬两季指的呢，南半球的秋天跟秋冬跟北半球相反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夏天就是他们的冬天，他们的冬天呢就是我们的夏天一样那大部分呢，我们会坐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以上左右的南阿尔卑斯山的景观火车，穿越这个高高低低的高山峡谷，来去看最美丽的壮丽山河沿路上呢，真的风景点呢非常的漂亮你越走到后面呢，越会有感受到这种登山火车、这种登山铁路呢受到欢迎的地方那纵贯了纽西兰的南岛的东西两岸这个由纽西兰国营铁道局所经营的，从东边的基督城一直穿越西部的第一大城格勒茅斯，穿越过坎特伯里大平原，一直经过了亚瑟一口国家公园。所以沿路上呢，它会经过几个国家公园穿越了19个隧道，穿越了5个高架铁路，全长呢加起来呢需要4个多钟头的时间。当然我们并没有做到4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光从这个画面看起来，这景观画面水啦第一点玻璃大，第二点有天空这就是以景观火车上主要上迷人的所在。
西兰南岛的美总是纯净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你会看到五颜六色的草花，不要怀疑眼前这个画面非常美丽。到纽西兰，绵羊是最多的；到澳洲，袋鼠是最多的；到了纽西兰，另外一种花草呢，不要怀疑了，这些画面呢，就是纽西兰的重点，叫做鲁冰花。这你看五颜六色的鲁冰花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呢，也是纽西兰旅游的最佳季节五颜六色，大约1公尺高的鲁冰花，可以说是呢花卉界比较大的一个花种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鲁冰花南半球的纽西兰，听说北半球的冰岛也有但是呢北半球的鲁冰花比较矮而且呢只有紫色，而南半球的鲁冰花呢无外就是观看鲁冰花最好的国家了尤其是当你看这个就是鲁冰花当这个鲁冰花呢一开花的时候呢，哇，整片的百花齐放，真是美纽西兰9月份开始呢，冬天呢一定结束你后呢南岛的开始开花百花齐放，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南岛春天。这地方呢，发现了金子之后呢，你知道吗？引发了一个叫做淘金潮，源源不绝的淘金客齐聚在这个地方。在18、19世纪的时候呢，全世界呢兴起了一股淘金热到了世界各国呢去淘金子那大家当时呢从一个默默无名的部落，而变成了超过7000人以上的完整部落，在这个地方也是当时呢淘金的热潮，这里的河流也孕育出世界一等丰富河流之一而出名来到这边，我们又再次坐上了火车啦，看到没？这一趟呢纽西兰的南北岛之旅呢很值得。这个所在以丰富的沙金含量发迹，是一座将近150年的古镇而刻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呢早期的矿工的木屋啦，加上了这里琥珀色所出现的这种黄叶啦哇，这里一进入春秋两季呢，也就是最多人来旅游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又再次的坐上了另外一台的蒸汽火车，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去参观了淘金小镇的过程。有机会呢，顺便让你们学着呢淘金看看看你们能淘到多少金这些都是很典型很劳啊不是呢做样子丢几颗金子在里面捞不至于因为这样子呢，如果这样子还得了这个地方早就破产了。现在对我们来讲看了金嘛呢眼睛都会一亮这里呢展示了当时开采黄金所留下来的很多的地方那也可以发现呢，很多的地方呢记载了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是纽西兰游记当中的淘金小镇来到这里你看野生动物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多基本上呢在纽西兰因为地理独特的位置它跟几乎世界上各地的大陆都已经分开来了，所以纽西兰呢拥有非常强烈的动植物的这种丰富多元色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进入纽西兰，当你进入澳洲的时候，它对于海关人们携带的种子类的呢，很多的东西呢都很在意，因为它不希望外来的物种就破坏了这2个国家。这团体当中呢，来到家呢，你得在体验点东西，人家淘金洗沙的过程当然呢，这些都是当时的机器
一直不断的从河水里面呢去清洗呢，洗出一些金啊，洗出一些金啊。那如今我们来到这边呢，也是可以去感受到以前淘金时候的热潮那包含这里呢，还可以看得到皇后镇的淘金元老那时代是这样子的曾经因为一样东西造就了这个时代，也因为这样东西的没落，开采的完毕，使得呢这个地方呢也再一次进入了落寞。所以有时候常去讲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呢都会有辉煌时代少部分的国家才会有永续保留下来，它一直是非常繁荣的地方。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黄金多么的重要。所以哪怕到了今天，老一辈的人也认为呢，保存黄金是最有价值的。I am going to go through a quick demonstration on how to pan for gold. So you need to watch me first. Okay? No gold in these pubs. The gold's here in the pan. 所有的金子全在这个盘子里面，没有在这水里面。The second thing is we do not use our fingers. The reason why, the natural oil in your skin sticks to gold and makes it float. When this happens, you lose. Okay? So no finger and stone. So what we do is just grab the pan, some water. We are shaking side to side. 首先接点水，左右摇。When you shake, gold is 6 times heavier than stone. It will sink to the bottom of the pan. 当你摇的过程中，金子与石头比重是在6倍，金子一直就沉在下面去了。This happens quickly, so you shake for about 5 seconds. 你这样摇5秒钟就够了。We then stop, drain water. 把水倒掉。When there's no water, you stay like this for what we call washing. 当没有水的时候，把盘子竖起来，像这个角度，我们管它叫冲洗。To do washing, you dip in, push your pan forward, but you stay like this. 冲洗的时候，把盘子竖起来，像这个角度，放进水里，这样往前推。We do it 3 or 4 turns. 做3次， Wash one stone away. 直到把前面的石头洗掉。More water, quick shake to settle it back to the bottom. 再接点水，左右摇。Stop, drain the water, 停下来，把水倒掉。 and you wash again. 再冲洗。 3 or 4 turns. 这样做3次。And you're just shaking 再接点水，左右摇。 and washing. 再冲洗。 And you just keep going over and over to have gold. 这样做一遍又一遍，直到看着金子为止。真的有金呢，虽然小小的，真的有金呢。哇，有金嘛呢？我才真正有咧，我才真正有咧。哦，我这样够呢吼，怎样？可是我的沙还没弄完呢。慢慢洗啊，慢慢把它洗掉。你慢慢洗，一定会有。掏的金，我们这位大哥掏的。淘金潮，这个19世纪文化的一种特色在当时造成了非常多抛弃工业时代的日常苦工，迁移到了世界上各地可以淘金的地方少数的淘金者才能够得到的财富。一些原料的供给者和交易者能够得到的不错的这一些金钱，为数众多的人都是属于不幸运的那一个环节。那所以淘金潮，这个热潮呢，其实席卷了当时非常多的地方包含了先地镇，纽西兰区域也是一样那贯穿了19世纪，甚至在50年代。很多的地方都拥有了这个大量黄金储存量的淘金浪潮世界上各地都拥有了这个淘金潮
那我们这一趟来到了纽西兰的先地镇淘金小镇。纽西兰南岛西岸19世纪时的淘金重地啊，可是呢，黄金挖完之后，淘金客他就离开了，当地的政府把留下来的淘金器具、城镇的风光规划得非常完善，如同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在这边，你可以亲自体验到淘金的乐趣啊，而且呢，也可以乘坐当时用来搬运木材的蒸汽火车。所以我们前面坐了一段火车之后，其实来到了先地镇，我们又坐了一次当地的淘金小镇哦。所以刚刚希望在这一趟当中大家都能够满载而归啦啊。